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重要拐点要来了，特斯拉关键压力即将突破，英伟达却发出了逃顶信号，美股要变盘吗？市场狂欢连创新高，但阿哲的交易体系却发出了风险提醒，这里是一个波段超买的地方，没有明确再次启动信号前，不要再盲目加仓做多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4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有关美股指数目前的市场方向。阿哲还是会通过升级九转，我们观点再次的延伸，以及决策假阴线、单 K 线的分析，包括我们在短线今天周二要关注的日内支撑和压力点位，以此3个维度去分析目前的指数短线和波段方向上要注意的方向拐点的信号。那么在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会讲到特斯拉、Circle、英伟达、Meta、HOD、PLTR、Coin、Coinway、FIG、阿里巴巴、SMR、亚马逊、英特尔、SOUN、MSTR、BMNR、RX。那么以上个股标的呢，是我们今天要去所分析的。第3部分呢，加入了我们部分同学在上周六的视频当中所写下的一些需要阿哲分析技术面的一些个股。那么阿哲今天呢，也会代为分析，从技术面的角度去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那你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会偏长一些。而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也把每只标的呢做了一个时间轴，分了段落，您可以点击对应段落观看您最想优先看到的个股分析，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减少你部分观看的烦恼。当然在第一部分我们的指数分析当中，阿哲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不跳过，因为这一部分应该是本期视频当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叫做神奇九转。市场呢在上涨当中出现了1到9的数字，那么这就是一个神奇九转指标，大家的手中软件应该都有，你只要打出神奇九转，那么都会调得出来。它到9的地方一般代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一段时间，而9号 K 线达到某些信号后，它就意味着它容易出现波段的高点，或者说短线的滞涨出现。之前这一根强烈的大阴线下砸，其实在它的昨天上一个交易日就是上涨的九转 K 线，所以九转一旦产生就是风险的提醒。我们在上周的2期视频当中都不断强调市场有九转的出现，而现在我们看到市场纳斯达克指数、标普和道琼斯美股3大指数，我们会发现在本次上涨加速当中都出现了九转 K 线，而9号 K 线怎么去判定它后续是下跌与否？它会不会出现一些大级别的高点，或者说它会不会出现下跌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期这根下砸的大阴线，其实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说一个9出现之后一定会暴跌，这种暴跌一般需要搭配消息面的产生，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九转它不一定会出现下跌，它可能上涨9之后还能够继续上涨，再出现上涨9，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判定一下9号 K 线后的下跌力度。如果你发现9后的下跌力度它不强，比如说下跌时它是一根长下影线，它连9的低点都没有有效跌破，好，那么还能够去突破9的高点，那么一般来讲这种9它后续还能够上涨，甚至还能够再走一个九转出来。只是如果你从九转过程当中就已经获利不少，那遇到9的时候去减仓一般呢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在一波股价上涨时，你发现9出现了，不管如何它后续是涨是跌，做减仓行为阿哲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等待确认它9后确实能够向上突破而不向下跌破，你再重新去找买点都是 OK 的。所以现在的市场出现了9号 K 线，我们先做减仓的手段，然后等待有那一根明确的阳线能够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站稳，那么我们继续看它还能够上涨，甚至还能够再走出一些九转序列来，但目前很明显是没有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它并没有出现跌破9的低点，但也没有突破9的高点，而我们的标普和道琼斯其实已经连续有3个交易日以上收盘价都在9号 K 线的低点之下，所以这是一个有效跌破的一个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纳指还被科技股带着，没有往下跌往下调，但是标普和道琼斯已经开始回调下跌。那么这种9后的调整就是我们要去小心的，
等待明确信号，而后再去重新的看涨买进，否则它的调整有可能还有更深的空间。所以哪怕现在的纳斯达克指数还没有有效跌破9的低点但是我们已经要开始防范风险，因为标普和道琼斯已经开始跌破，早就开始跌破。所以当下的神奇九转告诉我们，目前这里是一个市场短线的超买区间。而后呢，我们再看到第二点，就是决策的假阴线。决策假阴线其实很简单，这个方案呢是一个单 K 线的方案，是阿哲呢在个股和在指数当中都喜欢去关注的一种信号，它其实就是放量的假阴线。那什么叫做假阴线？那是不是当天的开盘价是大于收盘价的，所以收盘是下跌的，那么就是阴线，而它的收盘价又比昨天的收盘价那么是要高的，那也就是说当天虽然收跌，但是它比昨天却是收涨的，那么这种 K 线就叫做假阴线，而它底下的量能只要有所比昨天放量，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决策假阴线。这种 K 线它出现之后我们可以这么去判断，就是市场后续它的实体的上沿和下沿，也就是说它的收盘和开盘，如果后面有阳线能够站上它的开盘价之上，那么我们后续依旧方向可以看涨，如果跌破，那么就方向容易看调整。像这一天出现之后短期没有去突破它的一个开盘价，而跌破它的收盘价，所以市场看回调。像这些决策假阴线是放量，而第二天依旧呢在实体阴线的开盘之上都收在开盘之上，所以短线就依旧看涨，它只是一个途中洗盘行为。而后你再看到这个地方也是决策假阴线，好，出现之后我们把它的收盘价画上，跌破了一根，第二天立马收回，而股价突破它这根决策假阴线的开盘价，那是不是成为了一个支撑点，而在这里启动这一波行情？所以我们要注意，有时候可能是假的跌破或者假的突破，要关注后续它的撑压的反馈。如果它成为一个支撑，那么市场更容易往上运行；如果它是个压力更容易往下运行。好，所以当下我们看一下，市场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出现高开低走，它呢也是一根假阴线，而下方呢也是放量的。好，这一天其实也是假阴线，但是因为它没有放量，所以就不把它作为标记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根假阴线它的实体上沿因为它的一个上影线很短，你直接以最高价来看就行。目前呢有所压力，昨天的 K 线上又是一个高开，但是依旧没有突破这根阴线的高点，所以当前依旧有压力反馈。那压力反馈如果维持再出现跌破决策假阴线它的一个收盘价下沿，那是不是说明方向要选择更进一步的向下？所以九转 K 线产生，而后决策假阴如果再跌破，那这里呢我们更加明确你应该持续的执行减仓策略。而对于指数的分析，你可以用决策假阴看，你在个股解析上也可以用决策假阴。不过个股解析阿哲一般呢略微放量的决策假阴一般不是很关注，阿哲更喜欢在股价运行时如果出现上涨，而后突然之间加速产生决策的明显放量假阴线，阿哲会去关注个股的这种 K 线信号。这个股票呢就是我们最近所看的微软。好，这里出现了放量决策假阴，而且是加速出现的。好，那第二天跌破它的一个收盘价，小心方向向下。前期这里其实也产生过，股价涨着涨着突然间一个加速，出现明显放量，而且是倍量。好，而后它的收盘价被跌破，那么这里呢方向性出现了压力，这里更容易向下运行。包括图中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这些 K 线它其实都是假阴线，那么放量的假阴线其实这一天它也算但是因为它不是加速产生，那我们看到也可以吧，10日新后下跌也算是一种 K 线加决策假阴线的共振。不过正常个股我们更关注明显放量跳空的决策假阴线，您可以看一下你手中个股有没有在近期出现放明显量能的决策假阴。当然这个技巧如果刚好遇到财报发布，它的稳定性肯定会变差，我们更多用在日常的一个观察，而如果有财报的一个变动，那可能呢技术面会有所影响。以上就是关于神奇九转的观点，我们的延续以及决策假阴线呢，我们再次简单的一个教学，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不要忘记每次观看视频照常点赞支持阿哲的一个视频创作。如果能够留下您宝贵的评论，那么阿哲呢会更加开心。假如您是新同学，还未订阅阿哲，阿哲也希望在视频学有所获的情况之下，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这个黑色的订阅点击之后会变成灰色，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您再顺手把这一个铃铛点开一定要点开。点开之后，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只要发布，您就会立马收到通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观点和知识点。
感谢我们老同学的点赞评论，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日内撑压，阿哲要讲一下今天关键的支撑和压力位。不管是指数还是后续的个股分析，阿哲都会频繁用到这个日内撑压点位去进行测算短线的多空。目前所看的呢是市场观察、空间预测方面，右侧是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图，而左侧呢是我们的美股盘前广播信息。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应该都收到过阿哲的这条信息。而假如您是新订阅的同学，那么要注意了，您可以去找到助教，而后您至少会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领取得到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写的这个盘前解析。这是一个10月3号的盘前广播。阿哲昨天盘前就有讲到，目前市场这些风险信号比较多啊，吊颈线后是下跌的，九转呢也形成下跌，然后有强势的顶分型。所以最近阿哲的盘前广播其实都是提醒的以减仓为主，而不要再去做加仓了。目前左侧和右侧都有一些风险的信号。那么在个股交易上，我们还是遵循指数方向的风险提醒，大部分个股以减仓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向。只有指数明确出现方向止跌，或者说启动阳线之后，我们再重新回归看涨，那么也不迟。那么除了指数的观点，阿哲呢也会讲到有关个股的一些关键的点位啊，比如说支撑和压力啊，都会提到，包括它的一个短线还有趋势的多空方面的一个观点。那么在最后部分呢，我们主要讲到就是一个关键点位了。阿哲一般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股票的关键点位，这个支撑和压力位是每天会有所变化的。那么阿哲这里简单说一下它的使用技巧。这些点位是阿哲盘前所发布的，发布之后您再结合那一天的收盘再去观察。如果收盘价格能够站在盘前给到的压力位之上，说明股价短线多方是比较强势的。那么 K 线底下阿哲会标记一个绿灯 K 线，说明短线依旧保持多头，保持强势。那只要有绿灯，就说明依旧保持能够突破预测的压力位，那么多方就一直强势。反之，如果开始有多方走弱，空方开始收盘跌破这个低点支撑时，那么就会有红灯产生。这种信号一般意味着市场的风向有可能改变，一旦它维持红灯啊，维持这个方向就有风险。如果重新转为绿灯，则继续重新看涨，风险解除。所以这是一个短线的多空方向性的一个信号，也是阿哲呢我们平时会经常每天的盘前啊和广播当中、视频当中都会去讲到的一个内容。而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股价的走势，从这一个红灯之后，市场呢转为绿灯，而绿灯我们就能够看涨。只要它保持绿灯，那么就保持看涨，就跟前期你所看到的啊这些连续的绿灯行情是一样的。而在持续的绿灯做多当中呢，出现了一根红灯 K 线，说明市场转空了。这个位置如果持续转空，你应该持续减仓。好，那这里既然它由红灯转为绿灯，就说明风险解除，重新看涨。市场呢连续的绿灯，连续看涨。目前又再次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所以这里呢再一次进入到一个风险防范的区间，只有再次走出阳线绿灯，强势看涨，我们再解除风险。那目前有连续的阴线产生，虽然它有绿灯出现，但这个地方不是风险解除的信号。昨天我们也讲到，市场当中虽然出现了一个绿灯，但是它为阴线。而我们在盘前广播的指数分析当中也讲到，虽然上周五市场反弹了，但是为高开低走阴线，反弹力度弱，所以不能构成看涨点和买点。所以红绿灯呢，我们也需要去明辨一下 K 线的状态。当下既然还是阴线，2天呢都是假阴线，所以整体力度还不强。我们得要等有一根绿灯的阳线产生，而后回归看涨。目前没有，就依旧保持谨慎。我们看看今天的预测值，预测的高点压力是24,011.77，而后预测低点的值呢是23,799.8。那么这两个数值，如果今天收盘价在24,011.77之上，就说明它是一个绿灯；而如果是阳线，则重新回复看涨。反之，不管是在这两者之中收盘，亦或者是跌破预测低点，我们都认为它依旧是风险，依旧保持多方防守看涨，但是以减仓为主，以防守为主。所以这两个数值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关注的啊，盘中你要去看一下收盘价是否能够突破，亦或是跌破。如果持续红灯，那么依旧啊，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减仓行为；如果是无灯或者说绿灯，那么可减可不减，可以继续的观察去观望。那么每天这个点位都会进行一个给到大家，盘前会去公布。那么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新订阅的同学，那么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卡片，或者说您可以在评论区看到置顶评论，会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在找到助教之后，给他发送一个盘前
那么就可以领取得到我们的盘前广播。开通权限之后未来1个月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盘前信息。这一份福利是专门针对新订阅同学，感谢您首次相见就订阅阿哲讲究频道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当然了，我们新订的同学不止1重福利正常来讲，您是可以跟朱老师领取到2重福利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盘前广播刚才已经讲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专属于订阅粉丝同学所开办的内部的直播知识课程，会专门以技术分析为主导，去讲到当前市场最适用的那一部分技术分析的知识点，能够为大家去做到知识和实战的结合，让您对于技术分析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氛围。所以只要您是订阅阿哲讲究频道的同学，那么都可以呢一起进行一个学习，找到朱老师报名即可。像我们本周呢会展开一个交易训练营，叫做高手的进阶之途。我们会主要讲到波段的几种处理方案一个呢是波段反转的信号黄金坑，波段回调的低吸方法，波段上涨时背离的高抛技巧，有买有卖有反转的低点，以及最后呢会讲到高手进阶波段10倍黑马股如何去选取。这一整套都是关于高手进阶课波段交易的全系列内容。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今天才观看阿哲视频，那么看到这一个课表之后，可以及时找到朱老师去报名参与我们本周的内部专题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讲了有关于指数的一个方向的研判，一些短线和波段关键的一些 K 线要去等待它的出现和发生。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看到个股方面有哪些属于强势，有哪些又目前走为弱势。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呢是在昨天很多个股在下跌时依旧独领风骚，出现上涨的个股，而且它收盘价过了一个关键点位，是我们的 462.21， 这个点位呢是从曾经的形态方面去测算的。那么测算之后得到这个目标位，在近期一直没有去突破，目前是属于首次收盘价收在了这个价格之上。那是不是有效突破？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股价突破之后它的一个回撤的力度。市场如果突破这个价位有效，那么这里要么出现明确的加速的信号，你会看到长阳线的一个出现，往前高去进击。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蓄势动作将会为未来的加速提供一个助力。那么这里如果是有效突破，它要么就是快速出现明确的上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追涨买点，要么就是因为市场目前走势较弱，高位盘整，那么它这里没有跟随启动，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市场环境，那么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个假突破，反而会再次的回落。所以这是一个突破有效和突破无效的表现。如果突破有效，这里将会有明显的价格向上波动，而如果无效，它将会在这里出现震荡，甚至快速的跌回。这是最近要去看好特斯拉的一个反馈。如果有明确的上涨，那么可以尝试日内关注加仓追涨点。当然这个点位从目前市场环境来看，出现的概率其实不高，除非有消息面的特别的去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在资金和动能上一些短线的 K 线信号。其实从价格的压力点来看，除了刚才所讲的462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之前的这根高开低走，我们说乌云盖顶的 K 线，它是一个明确的放量 K 线，是一个阶段的高量阴线，所以这里呢会有比较明显的压力，股价到这里已经是第2次去触及这个我们高量阴线的一个高点附近，都出现了一个回落上影线，所以这个地方能否去突破我们说过了462，这个地方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强势压力，能过则将会有明显的出现加速行情，否则这个地方依旧是震荡，甚至呢是转空的节点。我们在短线看呢，它是一个回踩飘带，由红灯转为绿灯，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里是个买点，是个看涨点。它只要在飘带附近，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多方的一个方向。那么回踩时的红灯转绿灯为一个看涨点，这是我们在做趋势行情的时候会去比较关注的。只要回踩的时候，它的飘带是紫色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绿灯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些股价的回踩突破。红灯虽然代表风险，但它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短线上，而它的趋势只要还是向上的，那么就是一个长时间看涨，而短期有所风险。那么再次在支撑附近转绿灯，我们其实是作为回调的买点，所以当下其实也是一个回调买点，只是因为它的买入之后上方的压力比较靠近，所以我们说短线看涨，但波段呢还不能做加仓行为，只有明确突破压力，打开空间，我们才去看到前高的一个空间范围再去加仓。当下还是以短线为主。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今天是461.085，
高点的压力481.355，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目前所看的是 Circle 的图表。那么 Circle 呢，一直在这个区间之内在横盘震荡。那么这个箱体的上沿，我们说是这一根长阳线它的一个开盘价附近，而箱体的下沿呢是前面这一个跳空启动之前这根阳线它的开盘价附近，那么构成两个筹码的区域。那么当下呢就在这里震荡。那我们说回调在下方这根阳线开盘价附近寻找止跌的买点。而本次这一次触及上方压力后的连续的调整，它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买点，包括这个地方它也是运线未上破而是下破，所以当下我们要去找的就是在前方区间跌破之前，再次寻找这附近的一个建仓点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上的资金和动能上，我们可以看到Circle 它已经出现了再次的蓝色 K 线，蓝 K 呢是代表短线进入超跌的一个范围，像前期出现的这波下跌和这一波下跌，它们都出现了蓝色 K 线蓝色 K 线其实就代表已经超跌了。这种时候，如果你是之前没卖，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肯定没有必要卖，因为你一卖，可能短线超跌就会引发反弹行情。那么目前又是蓝 K， 那么蓝 K 产生意味短线超跌，意味市场后续有止跌可以做买进动作，因为至少会有反弹产生。所以当下的结构呢，就是等待。我们这一根阴线因为比较长，所以它哪怕是一个蓝 K， 我们也不太容易出现这个地方的突破买点。所以正常来讲是蓝 K 后等待一根相对小实体的 K 线，而后再去仿包找买点所以这个地方至少要等个1-2天，我们再去关注。目前还是红灯。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13.881，高点压力是121.805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英伟达。英伟达呢，当下为什么标记的是红色块？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加速之后高位滞涨的动作，而且有2天长长的上影线。第一根上影线呢，还是明显的放量这个量能基本上是阶段的高量甚至呢是阶段的天量。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一个决策假阴线？好，决策假阴线它的下沿，它的收盘价附近出现了跌破，所以这个地方的英伟达就是一个决策假阴线跌破之后不能够站上有压力的表现。这里除非决策假阴线有一根阳线收盘在它的高点之上，我们说这里就是假跌破的可能性，但目前还没有，所以它是一个反弹有压力。如果股价再次收阴线跌破，是不是决策假阴线？它就是方向选择向下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往下去看，我们是不是方向要看到哪里这根长阳线放量长阳线的开盘价附近，前方的高点附近，以及呢这个区间它这附近，它是个启动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更多的是看到这个阳线中轴以下产生止跌买点。当然这个前提是决策假阴线确实是压力，确实选择向下。如果是收阳站上，那么方向则继续往上看。所以决策假阴线目前构成减仓方向向下的信号，我们就不要随便再去买了。而后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目前所看的就是英伟达的图表。我们看到图表中它前期这一波下跌是不是连续的红灯？但是红灯走势之下，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等待出现绿灯呢，还是可以作为短线的再次看涨，甚至是波段的回调买点。价格走势出现连续上涨，黄 K 又是决策假阴线的跌破，所以这里呢构成了一个压力。这里虽然有一个绿灯，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决策假阴线，而后它是一个阴线，所以不能构成我们的绿灯看涨买点。目前依旧以红灯阴线来看待。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06.2，高点压力211.95，所以当下这个地方就以一个破位反弹来看，股价继续往下看飘带的回踩或支撑位的回踩。而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阳线绿灯，再回归看涨，当然这个可能性目前我们看是不大的，所以以减仓和压力来看待。以上就是特斯拉、Circle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偏多一些，第一支标的是很多同学留言的 Meta。那么目前我们看到 Meta 的这个股票的日线图。那如果你说市场当中目前如果指数处于高位，但是你还想要去做多，还想要去找布局点的，那么有哪些股票可以作为选择？那么阿哲觉得目前极强势的股票像英伟达等等反而是不太适合，但是像超跌的个股反而能够去把握有可能后续市场的资金的流向以及呢有人去博弈超跌反弹的这种时刻。当然我们只是说可以作为选择，但阿哲更加建议的是呢，还是要具体等待明确的信号在某些股票当中去出现，比如说 Meta 就是超跌个股当中可以去看到的。
那 Meta 呢，它是处于一种财报之后暴跌，这种暴跌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出现一个大幅的缺口。我们说过，缺口是具有引力的，越大的缺口引力会越强，当然它的压力呢也会越强。所以你会发现，像这种明确的缺口产生之后它是不是会往下去吸引往下去吸引回补，而后它又有支撑，所以当下这种大缺口向下，它会被向上的去吸引，所以股价呢是会有倾向性的去上方去回补这个缺口，而这个缺口的范围比较大，就哪怕它回补一半，是吧？它的超跌反弹空间也是不小的。所以当下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止跌后博弈超跌反弹往缺口至少去触碰的一个空间。好，而它目前是大量放出来之后，170附近出现了这种惯性的下跌。这个下跌途中呢有白 K 产生，白 K 其实就是一种相对大级别波段的超卖的信号，就是黄 K 是一个超买信号，白 K 是一个超卖信号。像前期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跌破了170，然后它是不是也出现了白 K？ 白 K 在阿哲的交易系统当中，就是你要注意了，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要超跌反弹。好，市场出现了白 K， 而后它这里就是构成低点，就是白 K 一旦消失，找白 K 内的最低的价格作为支撑位，这个支撑点不破，我们就依旧看它的超跌反弹，有时候反弹甚至可能会构成反转，这个呢要看飘带的一个走势是否配合。那我们目前看到就是飘带为黄带，170跌破，但是还未完全走向下，价格量能往下在减少，所以下跌动能呢慢慢的是有所减弱。而我们需要等待的就是白 K 的消失，然后找到白 K 内的低点，等待反包阳线出现，去博弈超跌反弹。目前还是有白 K， 就再等白 K 消失，以及白 K 附近的强势启动阳线会更好一些。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目前可以看到625.37，高点的压力呢是648.52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OOD 它也是一个紫色飘带。紫色飘带在连续下跌后产生了蓝 K， 而后超跌反弹，但是反弹后它是没有过前高，这里有一个放倍量的阴线，它也是一个冲高回落也是一个乌云盖顶，所以股价走势目前这个反弹是到了一个强势的压力区间中，这个地方只要不创新高，这个地方它就还是说明它是一个反弹的股价走势。所以当前的 HOD 呢属于一波反弹到了强压力区，所以我们之前讲过，这里出现黄 K 加红灯，你可以去减仓，而后回踩飘带出现这个绿 K 加这个绿灯，所以你可以去看涨，但是这个看涨的信号是不强烈的，因为飘带呢是比较窄的，所以这个地方你的仓位主要还是以反弹来去看待，过了左高之后的再次回踩才能做波段的一个买点，目前依旧短线看反弹，而仓位越靠近左高，越有阴线，越应该去开始获利兑现。目前还是一个绿灯，那目前还是看涨，那短线转红灯就要小心。我们看到预测值，昨天是一个长下影线，如果今天是一个红灯下跌，那么吊颈线后下跌也是风险。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44.79，高点的压力是151.702，关注这两个数值。而下一只个股看到 APP 的话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由下跌反弹力度比较强，突破了黄色带，然后回踩，目前有转止带的可能性，所以它是有机会出现大跌之后继续回归上涨趋势的行情。但它整体来讲还是不太受资金青睐，因为在前期大跌之后市场都已经新高了，它其实还在这里在震荡，所以相对来讲是不强势的，但是也不能算弱势因为它至少还不是一个持续的下跌，跟 MSCI 等个股超跌个股还不一样，而它其实是在等待资金的一个选择。目前呢就依旧在盘整，虽然市场突破了黄色带，但目前没有特别强势的这种启动 K 线，回踩之后出现绿 K 和绿灯，所以这里是看涨，目前没有红灯，就依旧呢我们可以保持仓位，等待转红灯跌破飘带就是风险。这个飘带的一个价格目前是610附近，是吧？你可以以610作为一个防守位，跌破你可以把前面低位买进的去止盈，或者说转红灯你也可以去做减仓行为。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609.22，高点的压力是643.52，关注这两个数值。而下只股票是 PLTR 是看涨，它的飘带和它的一个红绿灯基本都是维持看涨，但是进入到了黄 K 之后我们说你就没有必要去买进了，除非它有一个明确的调整后再说。
目前又进入到了一个黄 K， 黄 K 产生有长长的下影线，所以这里呢是一个高位放量吊颈线，收一根阴线就确认回调飘带的一个开始。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上沿是 188.395， 而后是左侧这根阳 K 它的低点也作为强支撑，它是 190.49， 这两个价位作为一个支撑点。如果这里真能出现回调，其实是再一次回调买入的一个机会。目前属于趋势上涨强势，突破左边高点，而后还走势不错，所以一旦回调还是以买点为主。当下呢是比较看好，但是买入不适合短线等回调再去看。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204.5， 高点的压力是 210.2 关注这两个数值。作为波段投资者，减仓幅度呢可以少一点，或者说更明确一点，等一根实体阴线出现再减，然后再寻找加仓点。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 Coin，Coin 的话就相对有点走弱了，或者说最近的币圈的股票其实就相对有点弱。它在出现蓝 K 之后有超跌反弹，但反弹力度呢是在减弱的。之前呢还能够有新高，这一次反弹呢没能新高，直接出现了回落，回落时跌破了飘带，出现了黄带，又再次转为了一个压力，所以空方趋势呢在延续。但它只要不跌破左边低点，它没有形成下跌反弹下跌，那么这个结构之前，其实我们还是认为它只是一个低位的底部结构的一个构成。但是目前确实要减仓，因为它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止跌，出现了一个反弹绿灯，而后转红灯，这种是一个空方序列的一个结构，就是反弹之后在飘带附近走出压力，而后是红灯红灯，所以它这里目前短线的空方还是比较强势的，我们要等待明确能够突破飘带这种动作。而左边的缺口当下还算有支撑所以这个地方就缺一个再次突破飘带的一个阳线。我们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336.61， 高点的压力是 319.69关注这两个价格。这里最好有一根绿灯 K 线突破飘带的上沿。飘带上沿呢，当前是在哪里呢？在 350.043 附近。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 位Core 位呢就比 Coin 来讲呢可能更弱一点。股价走势也是跌破了飘带，反弹没有绿灯，而后继续的红灯，所以当下呢是一个反弹飘带后有一个绿灯转红灯，一个转空的信号。目前转空，中途反弹不强势，继续转空，而它是对缺口有了一定的回补。左边这个缺口呢作为一个支撑，如果这个缺口也再次被跌破，那么前方的低点感觉不太容易守得住但目前它的一个力度是转空了比 Coin 呢要跌得更强一些。我们看到预测值。股价的低点支撑目前看到 122.122， 高点的压力是 130.078关注这两个数字。现在是个股，我们看到 FIG 也在持续下跌，而且跌破了左边低点，走出了下降结构。曾经这个地方的二次回踩，目前来看就是一个反弹。下跌途中呢出现了蓝 K 是吧？但蓝 K 它出现的时候不代表一定会止跌就好像前面这个中途也出现蓝 K 了。但蓝 K 出现要蓝 K 消失，而后蓝 K 被突破仿包才行。这里没有出现蓝 K 消失后的仿包所以它没有一个明确启用信号。我们要的是蓝 K 出现，蓝 K 消失，然后蓝 K 能够被突破，这个位置看至少是一个反弹。而中途这里产生的很多是蓝 K 呢，它都是有蓝 K 消失，但是没有蓝 K 的仿包突破，所以都没有构成比较好的止跌买点。像这一次产生了蓝 K， 但是它目前也没突破，重新往下走出红灯。所以最好这里还要等一个 K 线是仿包蓝 K 高点，大概是它的最高是 50.42收盘突破构成绿灯，然后看涨，看飘带的一个突破是否能够去突破。我们看到预测值，目前低点支撑 46.495， 高点的压力是 49.105。不过它突破左边的低点之后，我们最好看它的反应，它最好是越快能够回到前方低点之上会越好，因为它这里的跌破呢，它的力度还不够。它跌破之后就是一个蓝 K， 然后长下影线。那么当下如果在跌破之后再收红灯，连续的红灯，那么才说明这个跌破的有效。否则这个地方只要快速能够以一根阳线站上左边的低点，这里还是说明它是一个回踩，并不是有效的跌破低点它呢还是有机会出现强势的反弹。只是目前买点不明确，所以不要随便买这个地方不要随便去抄底。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BABA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话，前期一波强势的紫色带上行，而后在高位出现了破紫色带。虽然有蓝 K 的反弹，但是飘带转为了一个黄色，并且反弹没有创新高。
开始，所以是一个高点降低，而后低点可能要降低的过程。目前飘带被跌破而后它是没有支撑的，所以当前是空方序列在慢慢的延续，有红灯没有绿灯，所以短线、中线都偏空，离170又比较远，所以它的乖离比较大，有一定的下跌空间。这个地方我们作为波动投资者走到这里，其实已经要去大幅的减仓，直到它能够重新站回飘带，而后走出有支撑的上行，才能够继续看趋势的上涨创新高。目前还没有要小心它往下创左边蓝 K 的低点，蓝 K 已经反弹了效果已经有了，但是并没有出现明确的新高。那么高点降低，小心趋势的反向运行。看到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 164.955， 高点的压力是 168.315关注这两个数值，尽快的出现绿灯，不要去创左边低点蓝 K 只要不跌破这里不构成低点也降低。我们整体来讲呢，就还是可以看一下飘带突破后，只要有一次站稳止跌，它就容易转为止带那么趋势有机会再次延续。目前呢就是有转空的迹象，并且这个空方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就转为空方趋势，因为空方飘带还很窄空方力量还只是刚刚冒头，不是说很往上。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R 它也是一个相对170附近乖离呢不是很大所以整体来讲它是属于一种震荡上行的股票。在170附近产生的一个行情走势只要170是向上的，那么170附近的股价触及之后寻找止跌点是有机会把握到一些波段的低点的，但不是说每次都那么准确踩170就直接止跌它有时候可能会破170，但170只要向上运行，170离得近我们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是不是近期在股价下跌时连续的蓝 K 后它容易反弹，蓝 K 后反弹，蓝 K 后反弹。好，那么蓝 K 呢是比较适合做短线的一个回调买点，所以目前是紫色带蓝 K 的地方我们依旧反包突破就看涨，而且离170比较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去看涨的。只是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去及时买进，到了这里有一个风险信号，是一个黄 K， 而且是长下影线吊颈。那么下方呢我们看到也是有一定的量能，这里出现了一个砸破飘带，而后黄 K 跌破，所以这里要注意它要往蓝 K 去回撤看一下蓝 K 的一个支撑，蓝 K 支撑如果依旧有效，才继续往上看飘带的一个向上运行。这个地方短线如果做了一波蓝 K 反弹之后这里是要小心风险小心它的一个回撤的。每次出现绿灯后转红灯都要注意了。像前面这种位置是吧，回调之后出现了绿灯，然后看涨，当绿灯转红灯时就要小心回撤。回撤的时候关注它的止跌力度，如果止跌不够直接下砸，那就要关注它后续有没有超跌的买点。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38.81， 高点压力是 42.41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是亚马逊。亚马逊其实走到这里它的分析的意义呢不是很大。前期呢是在170附近止跌，而后产生了我们说的波荡低点的机会，就是每一次只要是在170附近有所止跌，有所不加速下跌破位的话，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可能是一些波段趋势的底部附近，然后我们就要在这种位置找超跌反弹的机会。你不一定要一直拿到现在你哪怕只拿一波其实也 OK 了。股价回调时在财报之前还做了一个假的跌破黄 K 破位，而后回踩飘带，再走出快速的上涨。在技术面上它是没有给太好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可能会在加速之前构成了减仓信号，而后赚的会少一点但是至少从波动来讲还是有所盈利的。当下呢肯定不构成买点，我们的买入信号在紫色带的位置，就是回调去买进。而现在呢它是一个远离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乖离加大的过程，这个地方去买就是加仓，而且这个地方去买就是一个加速点去追涨的，它的一个风险性会高很多。这里要等待一个绿灯转红灯之后，缺口回补之后去减仓然后去回补一下缺口附近的一个乖离，再重新看涨，再去买进整体来讲是没有太多问题。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253.45， 高点的压力是 259.15，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绿灯后立马转红灯，本身构成卖点如果缺口直接回补，同时看跌，看下一个买点回调再去买进。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INTC 英特尔。英特尔呢这个个股其实也是之前一直处于紫色飘带它在加速之后是不是回调飘带附近修复乖离，而后市场出现了一个上行，
就是只要市场出现了一个加速啊，而且是黄 K， 我们其实不用太着急。你说这个地方不买，它就没有行情可以让你上车，一般不会的。就大部分的个股呢，它只要能走出强势的上行，那么后续它一般会有2波的机会，就很少说啊走一波上行，而后直接就没了。如果真的是那种行情，那你更不应该追，因为你追了之后啊，可能反而是一个大级别高点。所以正常出现一个加速行情之后啊，特别是170附近的这种加速，好，等待回调飘带附近啊，你等它出现启动信号，就哪怕你说啊这个位置启动啊又是加速，那是不是回调之后还是能够给到一些买点？就哪怕这个地方不买，是吧？你在这地方回调出现绿灯，也同样能够构成买点。所以当下呢，它就是一个连续加速之后啊，一个出现了趋势的上行，就整体来讲呢还是不错的一个趋势。只这个趋势它的红绿灯表现不太稳定，所以它是一个震荡的上行，不是一个单边强势的走势。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股票呢，你用红绿灯再去界定就不是很好，我们更多要去顺势交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止带，那么就是上行趋势。上行趋势如果出现红灯，就说明它可能要往下回复一下乖离，但是回复乖离不代表一定要去卖出，我们只要知道是红灯转绿灯作为看涨点啊，绿灯转红灯呢，重新看对飘带乖离的修复，如果在飘带附近再次出现转绿灯，是不是继续的看涨？而它回调时只要还是一个缩量的，那么整体目前的调整力度还不强，我们真正的风险是跌破飘带啊，对波段来讲是应该大幅减仓。它不跌破飘带之前呢，我们就回调找绿灯做买点就行。飘带目前下沿它是在37.269附近啊，作为一个波段的防守位，不跌破这个点，等绿灯依旧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目前的低点支撑38.575，高点的压力是39.975啊，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这个股票是 SOUN 啊 ，SOUN 这是个股，它已经跌破了飘带，就股价如果是一个趋势上行的股票，它回踩飘带应该转绿灯，而后作为再次的买点。而如果回踩飘带它没有出现明显的止跌，出现了转绿灯之后是构成买点，但是很难站上飘带，飘带呢构成了压力，反而出现顶分型，而后转红灯继续跌破飘带，是吧？这种动作其实就是走弱了。市场呢本来是高点抬高，低点抬高，而后出现了低点降低啊，高点也降低，所以这里的 SOUN 呢就是走了一个更大级别的调整，它不是一个波段短线调整，这里有可能要走一个中期波段的一个回调。好，回调时当下依旧是一个黄色带，所以它不走之突破黄带、回踩黄带这种结构之前，是吧？黄带没有支撑之前，就以压力来看，这里任何的一个上涨作为反弹，趋势目前走为偏空的格局，价格走势啊已经开始不断的探更低的低点了。那么这里出现一个长下影线有放量啊，如果能够构成反包阳线，绿灯出现，那么要看一下对飘带的一个进攻是否能够快速的站回突破，如果可以，那这里呢还算是有绝处逢生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它的价格上方的一个压力目前是在18.63啊，作为一个压力位。那价格走势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6.05，高点压力17.48啊，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 MSTR 啊，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下跌啊，都是一个黄色带，所以黄色带呢代表它目前进行一个中期以上的调整，中期以上调整啊，中途呢有蓝 K 甚至有蓝 K 的突破，但是它的反弹力度啊连飘带都碰不到，股价再次的一个新低了。所以目前的股价走势呢，就是有一个大幅下跌放量之后的反弹，但目前依旧还是没有强势的阳线产生，而且它是一个飘带走势偏空，哪怕有强阳出现，也最多看个反弹。反弹的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下沿285.385，整体股价走势就是长久的空头，而且跌破了170有效。所以目前的 MSTR 是阿哲所关注的众多的币圈个股当中相对算是最弱的，或者说最为空方走势强势的一只股票。170已经跌破有效，飘带呢也是转黄带有效，所以上方都是压力。做多的话，以此作为做多标的不是很合适，超跌反弹的选择也不如 Meta， 所以呢，这个股票只能说先观望着。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57.005，高点的压力是267.515啊，关注这两个数字。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 BMNR 这个股票其实你也会很明显的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下跌走势。当股价破位之后，蓝 K 反弹，但是力度不强时，就已经是要小心了。因为整体的黄带已经构成了压力，压力位上出现顶分型，出现了绿灯转红灯，这种就是下跌的方向，空方的方向。
目前它依旧是一个蓝 K， 对应左边是一个低位啊，曾经这里也是波段下跌后走出了震荡上行止跌反弹，又来到这里啊，所以当下的走势就是一波加速行情之后啊走的一个震荡。目前既然是来到了震荡的下沿啊，其中一个下沿，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它会不会是在形成一个震荡区间，所以这里呢构成一个支撑，但是空方趋势下的支撑，所以这里哪怕看也只能看个反弹。如果反弹不能过飘带，那么这个地方它就不容易构成我们所看到的区间，应该会下破看前方的一个低点。如果蓝 K 这里能够止跌反弹强势，那么这里是有机会啊再碰一下左边的高点。所以看一下它是走下跌趋势，大的区间震荡还是小的区间震荡，但目前这里算是一个有支撑。好，那这个地方呢有支撑，就等待蓝 K 的反包突破，而后看我们上方飘带的一个压力。飘带压力目前是在50.202啊，这是作为一个压力区间反弹的空间。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41.48，高点压力43.87，关注这两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RX， 价格走势是不是在170附近，而且是突破170，突破170目前不算是很有效啊，目前要看一下回踩是否能够止跌。所以当前的 RX 呢，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它170之前是一直产生压力，而最近是出现了突破，并且和止带是比较靠近的。好，回调时有蓝 K， 那也要关注一下是否有止跌的买点。像前期这一位置是吧，蓝 K 基本都是一些反弹点。好，那么蓝 K 只要出现突破之后，反弹力度 OK 啊，其实后续还是至少不是完全偏空。你要小心的是，蓝 K 出现之后啊，它反弹不起来。这弹起来就直接下跌了，那这种就是比较弱的。好，所以像这种位置，有时候长时间下跌，这种空方趋势下，就白 K 呢会比蓝 K 要强，白 K 抢升啊，效果会更好。好，那么这些位置是不是蓝 K 都突破反弹？这里蓝 K 出现了，但是没有突破啊，反弹到飘带就弱了。好，所以当下呢是一个指飘带，有蓝 K， 有170支撑，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蓝 K 突破啊，可以去期待一下，有一波上升趋势的雏形出现。所以蓝 K 出现，等待蓝 K 突破，那么这个地方蓝 K 的高点是5.76啊，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5.17啊，高点的压力是5.6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10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